一位联邦政议员的大胆提议，可能让老川接下来呢是寝食难安。但问题是，这白宫东翼都已经拆干净了，现在的宴会厅还要继续建吗？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另外，中国正在流行借钱卖房，这背后最大的受益者，你觉得是谁？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来到大卫观点。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7号，开始今天的环球纵览啊。午间要闻第一件事还是老川的，我们必须客观的评价一下，在民主党人里啊，他们在说话以前通常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可以听到一些智慧的光芒。但是老川团队的人呢，他是另外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管他有没有走过脑子，但是说出来人家就是胆大，一般人不敢说。举个例子吧，前几天福克斯采访了万斯副总统，就提到呀，美国的房价比较高，尤其是大城市，为什么呢？万斯副总统说，这个都是上一任的总统拜登放进了3000万的非法移民，导致这房子原本是给美国人的，现在这房价是上涨了。主持人当时啊就惊了，因为咱们作为稍微小学毕业的人呢，都明白一个道理，没有3000万人，你美国人口才3亿4千万。根据移民局的统计数据啊，真正登记无证移民的也才200万人，没登记的也不会超过几十万人。你这直接夸大10倍，没有经过数据的统计吧？跟手底下打个电话，不就有准确数据了吗？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人来了，如果是带着钱来的，直接买房，那你美国有房的人不就是受益者吗？现在老川天天说，这个国家给我们投了几千亿，那个国家投了几千亿，这么多人带着钱过来买房，难道美国不是受益者吗？假设这些人啊没带1分钱，就带着一身本事来的，比方说有人会这个码农，有人是研究别的东西啊，研究什么制药，或者说就是卖苦力的，一天啊打2份工，然后呢风吹日晒跟你修房顶割草坪，那人家从无到是有白手起家挣的钱买的房，这难道是抢的吗？那钱是人家靠自己的辛勤汗水和智慧挣来的。你可以问问那些领救济的红脖子们，除了拧着那哈雷摩托车啊，弄个那个国旗，你还是要踏下心来啊，看一下为什么别人能挣到钱，你没挣到钱。就像川普前几天讲的，现在那些排队领低保的人，你让他送到导弹工厂里去，他干不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H1B 签证。这个以前节目讲过，就不再赘述了。我在跟你说的是，今天的民主党人有一个提案，就是关于老川他要在白宫东翼啊，他已经拆了，要盖一个和白宫的主楼面积差不多的宴会厅，四四方方的啊，据说可以容纳999人同时用餐。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咨询过风水啊，这有零有整，也就是相当于1000人在那儿吃饭。那以前的总统为啥不搞这个东西？是没想到吗？不是没想到，是不需要这个。通常你宴会，你请那么10来个人、20来个人，顶多1、200人就了不得了，不需要这种铺张浪费的大型宴请。但是老川他有这种喜好，所以说啊，他就筹集了一些企业，说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这些捐款的企业却确实获得了一些优惠，这企业也都不傻。所以来自马里兰州的一位民主党叫杰米，他就提到，如果我们在明年争取选举获得议会的控制权，我们将启动弹劾。2028年以后，新总统就是老川卸任以后，我们将把他修建的大型宴会厅改造，不改宴会厅。未来总统如果是民主党人的话，
我们不搞这个，我们把它改造成美国民主与反独裁反威权博物馆。这里边主要展览什么呢？就展览美国民主的成就，另外美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威权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有威权的统治者啊，比方说冲击国会呀，或者说是收了一些外国政府的礼物啊，这些都要做上展览。你看，未来宴会厅啊，可能会成为某些人最行的这么一个展览馆，那是要给美国历史上永远流传下去啊。所以我想啊，老川可能要琢磨一下，以后这宴会厅真建成了，你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这个胃口？因为你搞不清2028年以后，你甭管是谁进来，如果真改成了反威权博物馆，那里边能展示谁的东西呢？这里边肯定得有那个谁的，那个尼克松的，对吧？水门事件嘛，对吧？可能也有一些别人的，但他的呢，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个啊，咱就自己大胆想象了。第二件事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最近爱泼斯坦的资料，他要求公开。他说呢，这就是民主党的一个阴谋，而且我们要着重调查比尔·克林顿，还有一些民主党的这个参与者。明天下午投票，如果投过了以后，到参议院再到他这儿，他说他会签字，不会否决。那咱们就看看这2万页的资料里到底都有谁在里边。你甭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无党派，只要参与了那些丑事儿、违法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毕竟咱美国啊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即使是说公务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出现了问题，那就应该违法，或者是至少要辞职或者要弹劾。你甭管是哪个党派的啊，我不关注是他啥党派还是无党派，犯了法都必须要严惩。有人就讲，是不是有可能司法部的人把那些资料都涂了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啊，你要回忆一下当年的水门事件，不有申猴吗？尼克松以为搞定了，让底下的人搞定了，实际上就是 FBI 的副局长啊，把这些掌握的信息，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捅给了媒体。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这就说明什么呀？美国的司法体系里，不光是为上的，在这些司法者心目中，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侦查员中啊，你这个总统，你这部长，过几年你就走了，但是我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我违心的犯了罪，掩盖了证据，最终我也要会受到清算。你走了，那我怎么办？所以啊，我就想，这么大的事儿，经手的人可能需要几十个，那你说这几十个都能够守口如瓶吗？我还是对美国的法治啊有信心。咱相信啊，一定会看到原版的啊，打码没问题，但至少那姓前面得知道到底是谁，尤其是那照片可以打码啊。第三件事是一个全球统治者，尤其是威权独裁者，听到会非常哆嗦的信息。哎，独裁啊，终究有一天要付出生命代价的。那就是尼泊尔的过渡政府经过法庭的审判和整理证据，判处了前总理，他叫哈希纳，绞刑啊，实际上就是死刑。但这个哈希纳呢，现在正在印度接受保护。那接下来就2个问题：印度会不会引渡他？有可能，但现在不会，他会成为一个筹码，因为未来的命运就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了，而是印度手中。那印度未来换不换总理呢？很难说吧。那印度为了改善和新政府的关系，有没有拿他当筹码呢？也很难说。所以说，这位老太太啊，以后吃饭睡觉都可能都不香了。另外，给全球的独裁者有个警示，就是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绝对的忠诚啊。你甭管他开会的时候研究拿个小本记，那都是装的，真正到事儿上全咬出来了。你比方说，通过这个新闻我就清楚，
这位哈希纳可能读过中国的明史，他有一个自己的类似于锦衣卫的组织。我们看了一下那个 AA 的报道，他手底下有一个直接向总理汇报的特殊安全部队，叫做快速反应旅。那这个旅是干嘛的呢？就是相当于明朝的锦衣卫，他直接向首相汇报，有2个人协助他，一个叫安全国防顾问，另外一个人呢是全国的电信侦察总监，再加上这个快速反应旅的司令，他们几个主要是干监听谁打电话呢？谁在开始发圈呢？谁要组织这个暴动呢？他把这些人通过电信手段监听出来以后直接上人就抓，抓完了以后，在首都秘密地点有一个拘留中心，据说这里面执行的是什么？叫做法外处决。当然了，这个法庭讲的是失踪人员。你想，这事都过去1年了，2024年革命成功，现在1年了，这些人仍然没有出来，说明什么？大概率90%人已经法外处决了。你看这个人数多少？是3500人啊！可以说这个快速反应旅和那个电信总监，包括这总理手上是有血债的，所以人家判处绞刑一点都不冤。那这些事儿怎么抖露出来的呢？那就是这个旅的负责人他没跑成。你看你哈希纳总理，你有人脉，你跑印度去了，你底下的人他没跑成啊，他只是一个军官，他可能没来得及跑因为时间太仓促了。而且很多文字的证据显示，你总理你签过字儿，你怎么抵赖对吧？当然了，哈希纳发了声明说这是对我的进行迫害。你签字这个东西没人仿造你的，而且他政绩链一旦形成，你怎么抵赖？所以说，未来他的生命已经不在自己手上，而取决于印度政府的态度。我们说第4件事聊点高兴的。马斯克他最近接受了一个 CNN 的专访，我发现有点料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也算是好消息吧，对未来多一些憧憬。虽然说我对他个人的一些价值观不太认同比方说他给梅梅讲说，你想要一个孩子吗？我可以给你一个孩子，这个有点骚扰的意思呢，对吧？人家要不孩子也不要你的，你这强给那什么行为但是咱必须承认他在科技上还是有2把刷子的。他的采访中的信息量很多，我只提出一条。接下来他不在这个依托于什么 AMD 什么这个台积电去加工他的芯片，他要自己搞芯片。因为他说他的芯片需求量是100亿到200亿克芯片，上100亿级的芯片，台积电根本给他做不过来，他只能自己建厂，这个厂就在美国。建厂以后，他自己垄断芯片，然后呢，这个他造的机器人他提到了将每年生产100万台机器人。他提到这个机器人你在上班以后，他除了在家里面给你干一些活以后他还可以建设你的城堡或者建设房子，等于这个你上班了，他在家给你盖后院盖房子。那这事我在想有可能会催生一个新的组织，就是电子包工头，就是几个机器人，比如20个人，原来是老莫干的活，非法移民的干的活，因为盖房子是很辛苦的，也有危险，要抬碰，要搞那个电钻。如果未来这包工队20来个人全都是机器人，那干的事儿呢又准确，效率又快，又不用担心工伤，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产业。但真正设计图纸的也许是人你看，如果说你家庭够富裕，他提的价格是2到3万美金，你就可以有一个这种机器人，平时干完活以后给你盖房子，多爽对吧？咱还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第5件事是关于中国的。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不均衡的尤其是社会的发展不均衡。现在很多中国民众因为一件事而烦恼，尤其是有房族，就是他们现在发现收入降低的原因是工作量减少了前几期咱讲过好多遍了，不再赘述。
工作减少了以后，他就得供房供不了了，而这个房子价格已经跌破了他原有贷款的价格。结果呢，他必须做一个痛苦的决定，就是如果我继续持有这个房子，它继续跌，它已经变成负资产了，我倒不如及时咔嚓止损，就是我把它卖了，卖了以后我钱不够，我必须要找银行再借一笔，但那一笔是个固定的呀，等于房子无顶度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债务，好歹我换成了一个固定的债务，那很多人都这么干，没钱就开始借高利贷。那你说他们辛苦了半生这房子最后也没保住，工作也没有了，又欠银行几十万，他这一生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就是现在中共的社会分配机制不公造成的。你辛苦了一生或者大半生，啥都没有，背一身债，最后可能是临养老金的时候都没有，说明大量的财富它只够自己生存的，被拿走的恰恰是政府通过银行和地产商。所以你搞清楚这一点就明白，接下来如果中国社会发生一些这个风险可能是这些背负一些债务的人他有这种动力，就是他觉得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说如果说中国能够往好的方面发展，必须得让老百姓对未来有信心、有希望、有奔头，才不至于受别的蛊惑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另外的频道大卫军情局讲到了老习和高适都是搞民粹的高手，但这次高适明显是技高一筹，他甚至盼着老习那边你发的脾气再大点，然后呢，他实现目标也就更快。如果您感兴趣，请在留言区的置顶链接去关注我另外的频道，这两个频道每天都有更新，咱们明天见。